比乌军走向失败更绝望的是，普京正在赢得经济战，欧盟已经无能为力。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建绍。正在顿巴斯地区进行的俄乌战事，俄罗斯军队正在将多达1.6万的乌军精锐包围，战局的优势很明显地倒向了俄罗斯。西方的军事援助正在加码，但是西方媒体也开始正视乌军所面临的困难。在俄军改变打法以后，正在稳步地走向阶段性胜利。这场消耗战真正耗不下去的可能是西方，关键是战局在短时间内难以改观。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近日欧盟就第6轮对俄制裁方案达成共识，欧盟将立刻把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削减2/3。欧盟各国领导人同意将俄罗斯最大银行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排除在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之外。俄罗斯的外汇收入主要源自于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欧洲又是俄罗斯的传统市场。但是如果你以为欧洲真的能赢得对俄罗斯的能源禁运战，那就大错特错了。在表面文章的背后，从俄罗斯港口出发的目的地不明的油轮正在不断地驶向欧洲。欧洲进口商也已经形成了套路，正在公海与俄罗斯油轮进行交割。华尔街日报称，一个不透明的市场正在形成，来自俄罗斯港口的石油越来越多地被运送到不明的目的地。从4月份至今，由俄罗斯港口运往欧盟成员国的石油出口量已经升至平均每天160万桶，而3月份的出口量为平均每天130万桶。4月份已经有超过1100万桶石油被装载在没有预定路线的油轮上，最后被倒卖到了欧洲。可以这么说，俄罗斯与欧洲之间已经完全形成了一套在制裁机制下完美交易的机制。俄罗斯正在获得比开战之前还要多的能源出口外汇收入。对于俄乌冲突所带来的冲击波，如果让欧洲和俄罗斯比痛苦，俄罗斯肯定很痛苦，但是欧洲更痛苦。金融时报公布了4月份的通胀率，法国为 4.8%， 意大利为 6%， 德国为 7.4%， 英国为 9%， 而波兰达到了 12.4%， 拉脱维亚 13%， 爱沙尼亚 19%， 罗马尼亚 13.8%， 捷克 14.2%， 保加利亚 14.4%， 立陶宛 16.8%。 如果你仔细观察，就能看出离俄罗斯越近的国家，生活成本增长得越快，而反俄罗斯最积极的国家，其下场越惨。比如说波罗的海3国就是如此。在普京推出天然气卢布之后，欧洲绝大多数国家都选择了乖乖执行卢布支付，让卢布价值稳步提升到开战之前的水平。欧洲的天然气价格为每立方米960美元，而俄罗斯出口给友好国家塞维亚的价格为350美元，这才是正常的价值。当然，欧盟强加给俄罗斯的制裁让俄罗斯也不好过。该国4月份的通胀率为 17% 左右，这是西方制裁的结果。但也并非没有好消息，俄罗斯的财政在4月份的预算盈余达到了8000多亿卢布，完全可以支持将战争再打下去了。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场是全方位的，在顿巴斯地区的战局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真正能决定战争时间长短的关键是能源的价格。如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无法将油价打压到每桶50美元以下，将天然气价格打到正常水平，普京就完全有信心将乌克兰土地上的低成本战争一直打下去。只是西方国家在军援乌克兰的问题上不再积极，也就是将所谓的民主军火库耗尽。
消耗战的结果对俄罗斯是残酷的，毕竟要付出太多军人的伤亡，但是对西方来说也是刻骨铭心的。俄乌战争最终将严重消耗俄罗斯，也会消耗欧洲国家，还将冲击美国的霸权地位。相比于俄军的表现，我们可能更应该关注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这才是未来西方与俄罗斯较量的关键。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